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我叫阿达，是个夜班外送员，专跑台北市南区那些老旧社区。说真的，这份工作钱不多，但自由对我这种不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刚刚好。事情发生在一个闷热又潮湿的晚上，凌晨11点25分，我正打算结束今天的最后一单。这时手机震了一下，新订单：中华路13巷13号第6楼之3，收件人林美霞。看到地址我皱起了眉头，因为这栋楼我熟。它5楼，1层3户，最上面是违建加盖的铁皮屋，但从来没有听过第6楼之3。我本想取消，却发现那笔订单金额异常的高，甚至还加了200元的现金小费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自言自语，最多送错顶楼，不就6楼吗？应该是加盖。我骑上车，穿过几条巷子，来到那栋老旧的公寓楼。这里已经荒凉的不像市中心的样子，路灯昏黄，墙上贴满租屋广告与失踪人口的寻人启事。我扛着餐盒上楼，楼梯间挤满杂物，一路走到5楼才惊觉，楼梯竟然还能往上延伸。但那段通往6楼的楼梯被一扇生锈的铁门挡住，上头贴着一张泛黄的公告，警告标志：本栋6楼自10年前火灾后全面封闭，禁止进入。我心头一震，火灾？10年前？这么严重的事怎么从没有听过？但偏偏此时，我看到铁门的门缝里有一道微弱的黄光从里面渗了出来，仿佛是室内灯光。我用手电筒照过去，只见门后的楼梯干净整齐，像是没发生过什么灾难，甚至还能看到上方有一串亮着的灯泡悬挂着，轻轻摇晃。我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推了推铁门，竟然咔的一声松开，开了一道缝。这不是疯了吗？怎么这么容易就开？楼上十分安静，我走上去，每踏一步就有灰尘被脚踩起。上到第6楼时，迎面是一条长走廊，走廊尽头的墙上贴着某人的黑白照片，照片下压着一柱未燃的香。我忍住发毛的冲动，看向右手边的门牌，第6楼之3，正是订单上的那一户。我按门铃，没有反应，但过几秒后，门咔啦一声打开，一个中年妇人站在里头。她穿着白色睡衣，脸色惨白，眼神却很平静，看着我说：“来了，辛苦你了，放门口就好。”我低头把餐放下，正准备转身离开时，她忽然问：“你很像我儿子。”我愣了一下，但她已转身回屋，门重重关上。我脚步开始加快，回到楼下时，整个人像刚从冰箱爬出来一样，全身发冷。那天我怎么回到家的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反复确认 IP 想看他那笔订单，但找不到 IP 上根本没有那笔订单的记录。我再查过一次历史记录，没有中华路13巷13号这笔，甚至连林美霞这个名字都找不到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打开手机照片档，看看是否有拍到什么，结果看见一张我没有拍过的照片。那是一张我站在第6楼走廊的背影照，拍摄角度在我背后，但那层楼分明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整夜没合眼。隔天一早，我硬着头皮返回那栋楼，想问问大楼管理员。他是个70多岁的老伯，听完我的描述，眼神马上变了。你说你上去第6楼了？我点点头，他立刻把我拉到楼梯间旁的小警卫室，语气低沉地说：“10年前那层楼起火，整个6楼5户人家全被烧死，包括一对母子。那个小孩不到10岁，名字我不记得了，但他妈叫林美霞。”我只觉背脊发凉，头皮发麻。那场火是因为瓦斯外泄，据说是林美霞自己点的火。她老公外遇，她一把火把自己和孩子都烧了。
死得很惨，连尸体都没全找回来。后来政府把那层封起来了。我颤抖着说，可是我昨天真的看到灯亮着，还有人开门跟我说话。他摇头，不可能的，那层墨电早就断了10年了。我脑中一片混乱，刚想离开，他忽然补了一句，他说你像他儿子。我愣住，他慢慢说道，那个小孩死的时候穿的就是白色汗衫和短裤，你昨天穿的是不是刚好也一样？我看向自己身上，白 T 配卡其短裤。你那时候是不是感觉他眼神很熟悉？我点头。他低声说，他没看到你，他看到的是他儿子。我跑出大楼，回家就把那套衣服烧了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。几天后，我又收到一笔深夜订单，这次不是外送，而是 Apple 评价留言区通知我有新评论。我打开一看，留言者名称是林美霞，内容只有一句话，你儿子很好吃，今晚还会再点。我吓得把手机摔到地上。我换了账号，删了 App， 离开了那个城市。半年后，我才勉强恢复正常生活。直到上个月，我经过一间路边小吃摊，老板娘喊住我，哎，小弟，你长得好像我死去的儿子哦。我回头一看，他穿着白色睡衣，嘴角慢慢裂开，眼神熟悉的让我胃里翻涌。我转身狂奔，耳边听见他悠悠地说，你怎么又跑了？不是说今晚还要来我家吃饭的吗？祖父过世的那天，天灰得不像夏天。我请了假，回到南头那栋荒废多年的老宅，准备帮忙整理遗物。父亲说，祖父的房间锁了多年，他晚年喜欢独处，除了外婆过世后，再也没让别人进去。老宅里弥漫着湿气和木头腐朽的气味，让人喘不过气。我戴上手套，走进祖父房时，一股冷意迎面扑来。墙上还挂着泛黄的时钟，停在凌晨3点17分。书桌抽屉里有些泛黄笔记本，内容是祖父的手写笔记，多数看不懂，乱七八糟地画着一张张人脸，有些像相片，但每一张脸都没有瞳孔，全是黑的，像洞。我翻到最后一页，只写了一行字，他还没走。我愣了几秒，不明白这句话意思。正当我要合上笔记本时，衣柜传来一声轻微的打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松动掉了。我走向衣柜，小心翼翼打开，除了几件泛黄的旧西装外，最下层还压着一个被布包住的相框。我将相框小心取出，掀开布的一瞬间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那是一张遗照，黑白色，女子盘发，穿的就是旗袍，神情严肃，眼神诡异，偏偏嘴角微微上扬，不像悲伤，更像嘲弄。这人我从没见过，不是外婆，也不是任何家族里的人。照片背后写着1974下，他不能离开。我隐约觉得不对劲，想把照片放回去，却突然感觉那相框变重了。照片中的女人眼睛似乎微微偏了一下，她在看我。我往后退了一步，在定睛看时，她又恢复原样。我摇摇头，自我安慰是光线问题，便把相框放进背包，打算带回台北让爸看看。回家后，我把相框暂放在书桌上，晚上翻着祖父的笔记看了会儿，开始昏昏欲睡。凌晨3点整，我被一声咔啦惊醒，像是相框玻璃裂了。我转头看向书桌，相框倒了，照片里的女人脸贴着玻璃，一双眼直勾勾盯着我。我全身冒冷汗，打开灯，走近才发现是自己的错觉。但仔细一看，相框底部多了几道手指印。不知哪来的念头，我拿起手机对着照片拍了一张。放大看时，我的心凉了。照片中的女人双手贴在照片内侧的玻璃上，像是想爬出来。我把相框反扣放进抽屉，当晚失眠。接下来几天
怪事接连发生。源头图钉第一晚，我梦见那女人站在我床边，低声说：“我记得你，你也该记得我。”源头图钉第二晚，我醒来发现家里桌上的相框翻正了，而且位置从抽屉跑到餐桌中央。源头图钉第三晚，家里的镜子开始出现不是我自己的倒影，而是他穿着旗袍，脸无表情的在我身后。我受不了，打电话给父亲，问他认不认识一位1974年拍遗照的女子。他沉默许久，只丢下一句：“那是你小姑，一个被从家谱抹去的人。”我强追问下去，他才道出一段被封锁的家族历史。当年我祖父还是中学教师时，家中发生一连串怪事。他的妹妹，也就是那个女子，在某个夏天突然开始语无伦次，对着空气说话，声称有人住在她影子里，还会对着镜子尖叫她要爬出来了。没多久，邻居开始传闻，晚上经过祖家时会听到女人低声哭泣，甚至有人说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在窗边对着夜色微笑。后来那个女人从自家2楼跳下，死时笑着，眼珠翻白，嘴角撕裂。照片就是那天拍的，祖父请人封住她的遗照，用布盖上，写着她不能离开。他曾说照片是他唯一的牢笼。听完后我立刻冲回家，却发现桌上的相框不见了。我翻遍整间屋子，直到浴室，她在镜子里。照片中的女人站在我身后，缓慢地、优雅地一步一步靠近，而我镜中的自己却毫无反应。我用尽力气砸破镜子，碎片四溅，但什么都没打到。那晚我逃去饭店住了3天，当我鼓起勇气回家时，墙上多了一样东西，一张黑白照片。相框中是一张熟悉的脸，我自己，穿着当天的衣服，神情呆滞，眼神空洞。照片下方贴着一张纸条，他准备好了，下一个是你。我叫刘信，是一名建筑拆除工程的现场监工。事情发生在台中大肚山脚下一块荒废多年的祖厝用地，开发商准备在这里盖一排透天别墅，请我们公司先处理地面清理与建筑拆除。地方偏僻又杂草丛生，我到现场10几位工人已开始进行初步挖掘。信哥，你看这个。我被喊过去，只见一名工人站在一口被碎尸半掩的老井前。井口不大，仅比人头略宽，石砖结构残破，上头刻着一行风化的红字：封井指令，不得扰动。这口井你们谁打开的？没开，是挖挖看地基的时候不小心铲出来的，本来盖得好好的。我皱眉，先照相，报备，围起来，别乱碰。当晚我整理完照片回到宿舍，心中不安。从小地方长大，我知道台湾不少地方的旧井都有故事，多半不太光彩。那晚凌晨2点，我忽然梦见自己站在井边，身体僵硬无法动弹，耳边传来轻轻的童音：“你好像很孤单哦。”我低头，井底传来一双眼睛，远远地仰视我，眼白反光，没有瞳孔。我惊醒，发现自己竟站在工地帐篷外，还穿着室内拖鞋。我头皮发麻，回到床上才发现左脚踝多了一圈红印子，像是被绳子勒过。我强迫自己冷静，第2天还是如常上工。直到午休时，一名工人说漏嘴，昨天夜里有人听到井里有小孩在哭。我直觉他在乱讲，可他说我手机还录下来。他放给我听，那声音细细的，有节奏的哼着童谣，但最诡异的是：“哥哥，你下来好不好？我会照顾你哦。”声音就像贴着麦克风一样清晰。我们不敢声张，将录音删除并再次加强围栏。但事情开始一发不可收拾。源头图钉工人 A 失足跌进井里，但下去时井底却是干裂泥地，人却消失了。源头图钉工人 B 回家后发疯，
说有人趴在他床边，每晚舔他的脚。源头图钉一名挖土机司机的铲斗莫名坠井，救援时他嘴里塞满泥巴，已窒息而亡。3人出事后，开发商想撤案，但当地村长出面请了道士来做法。道士一看就摇头，晚了，这口井不是普通的井，是舍身井。我问什么是舍身井，他叹气说，以前穷人家养不起孩子，有人会在深山挖井，把孩子丢进去，海地魂。这口井至少埋了10几个。我全身发冷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他说，现在只能封，但不能惹。你们有没有捡到什么不该捡的？我脑中闪过第一天我偷偷拍的那张井口照片，我莫说实话。当晚我再度梦见自己站在井边，小女孩站在井底，脸上浮肿，嘴巴裂开，一双手缓慢抬起。她说，你不说我就来找你了。隔天早上，我发现背后多了一道长长的抓痕，井口罩已不见，手机黑屏。我再也忍不住，回老家找我奶奶，她以前住过那一带，想问问这口井到底是什么。她听完故事后，沉默很久，才从抽屉拿出一张泛黄的纸照片。照片上是一群人在旧宅前合影，最后一排有个小女孩，长得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。奶奶的声音颤抖，那是我妹妹。当年瘟疫时期，她病重，我阿公说是地魂作祟，带她去山里的井，就莫再回来。我才惊觉，这口井埋着的是我的小姨婆。我强忍颤抖问奶奶，她真的是你亲妹？奶奶红了眼眶，我不敢认她，我也梦过她。她说她好冷。我决定隔天清晨回井边，亲自下去找出真相。井深大概3米，我绑了安全绳，点好探照灯，小心翼翼滑下去。刚落地时地面干燥，我环顾四周，却忽然听见井口上方啪的一声，安全绳断了。井口被什么东西盖住，光线被封死，只剩手电筒微弱的亮。我回头发现井壁上有无数小手印，有的才巴掌大，全都朝着井口方向伸去，仿佛求生。土墙上还刻着孩子们的名字，有的重复，有的名字后写着不乖坏掉。我想爬上去，却发现脚下泥地突然陷落，我整个人被拽入一个暗洞。我大叫着落下，双脚着地时已满脚冰水。我掉入了井下的第2层空间，这里狭小逼仄，墙上贴满照片，全是死小孩的遗像。我转头看到那个熟悉的小女孩，她站在远处静静看着我。哥哥终于下来陪我了。我吓得转身狂奔，但四面八方全是泥墙与水渍，他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回响。你不要走，这里才是你的家，我好孤单。我不知道怎么逃出来的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已在医院。据说是工地人员早上巡逻时听见井里有人微弱喊叫，才发现我昏迷在井底，几乎窒息。我已经辞职离开台中，但直到今天，我每晚仍会梦见那口井。他站在井边，头发披散，嘴角慢慢裂开。这次你不会再醒来了哦。井口被什么东西盖住，光线被封死，只剩手电筒微弱的亮。我回头发现井壁上有无数小手印，有的才巴掌大，全都朝着井口方向伸去，仿佛求生。土墙上还刻着孩子们的名字，有的重复，有的名字后写着不乖坏掉。我想爬上去，却发现脚下泥地突然陷落，我整个人被拽入一个暗洞。我大叫着落下，双脚着地时已满脚冰水。我掉入了井下的第2层空间，这里狭小逼仄，墙上贴满照片，全是死小孩的遗像。我转头看到那个熟悉的小女孩，她站在远处静静看着我。哥哥终于下来陪我了。我吓得转身狂奔，但四面八方全是泥墙与水渍，他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回响。你不要走，这里才是你的家，我好孤单。
我不知道怎么逃出来的。再次醒来时，我已在医院。据说是工地人员早上巡逻时听见井里有人微弱喊叫，才发现我昏迷在井底，几乎窒息。我已经辞职离开台中，但直到今天，我每晚仍会梦见那口井。他站在井边，头发披散，嘴角慢慢裂开。这次你不会再醒来了哦。喜欢这些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鬼影档案馆，点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恐怖小故事哦。鬼影档案馆，我们下次见。